我那个味道就相当于奔驰宝马车的人，住别墅的人吃的，不是你一般打工贫民区的人吃的，知道吧？你一般人觉得哎呀贵了贵了，因为你收入少，你消费不起，嫌贵你就不要来，我们是明码实价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是在重庆的巴南区。重庆啊，不光是一个旅游之城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美食之都。今天打卡第一站，天价毛血旺。现在1点多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到。大姐还有的吃吗？现在还有的吃吗？没有，没东西吃了，做不做了？直接3桌多了都不结了。啊？直接3桌多了都不结了。我们想吃一个毛血旺呢。你去跟师傅讲嘛。跟师傅讲啊？那我去看看啊，跟师傅商量一下。师傅在哪呢？哎，没人啊。师傅在这。师傅，我们想吃个毛血旺，现在能做吗？能做。能做啊？哎，刚才别人客人吃了才走。啊。现在还有位置，你如果不提前订的话，还没有位置啊。啊，你家都要提前预约是吧？哎，你们要提前预约。你这个毛血旺现在怎么卖的呢？最低的2倍，有300、400的，最高卖过600元一份的，这来的人群要高档一些。啊，这边是高端人群。哎，高档人群，外面环境好了，来的人就高档些。啊。有些当官的，有些这个企业的老板这个请客。你不说在重庆，就在成都这么大个成都市嘛，他没有任何师傅他能卖到我这个价格，不怕他级别好高的师傅。有没有比这价格再高的呢？没有，不说重庆。四川都没有，哎呀，我说在全国没有看到哪个地方能够卖这么高的，我跟你说，他没有这个技术，我可以这样说。不过他级别再高，他没有用，因为那个毛血旺这个耗鱼比较贵，我们用的耗鱼啊，就是用的这个泰国耗鱼，知道吗？2条耗鱼好多钱？你说？啊，这个就是进口的耗鱼啊。泰国耗鱼，这个超市里面85、90块1斤，你说这个好多钱？你还有其他配料，卖200块钱算不算贵？你要卖高，你必须要有好材料，不然你别个吃了就不来了，你怎么做嘛？不是我要卖这个价，客人需要这个价，只要你技术好，才能用得好。这个客人，你做不完的客人，你们生意说都不好做，我说好做了，我这个生意是10拿9稳，就是我这个贵一点，别人也愿意来吃。生意好一点还要排人子，我跟你说，还要排队，还要排队啊！你排队我也不能跟你说。那您这个能不能算得上是天价的呢？天价了，算最高了。重庆中国的算最高毛血旺，算这当中300、400，我最高卖过600一份的。我是针对有的时候一般事业单位，就是那些小干部，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老板有点当官的人吃的，不能卖便宜很了。为什么不能卖便宜？如果我卖100块钱一份，那这3板出都可以吃了，那我做不赢了。那我跟你说，重庆、四川。想超过我这个手，现在还没有。那有没有人嫌贵呢？有，肯定有人嫌贵啊。所以一般上班的人一般都觉得贵了，200的毛血旺太贵了。但是别个来过的人，你看人吃了都觉得不贵，因为针对的人群不同，就跟车一样，有卖一般车的10大万的，有卖50、60万的，能够卖上这个价，别人愿给这个价。比如说你一般人觉得哎呀贵了，因为你收入少，你消费不起，嫌贵你就不要来，我们是明码实价。像您这个200的不要赚150啊？赚不了，我这个毛血旺我算了的，200的毛血旺，最多赚100块钱，有时候还赚不了100块钱。开玩笑，你这个成本很高的。你看嘛，你看那里2条耗鱼，这就2条啊。哎，2条耗鱼。这边是这个猪肝肉片。猪肝肉片。麻辣的猪肝肉片。哎呀，材料多啊！毛血旺这么点东西你行了？你开玩笑。这个都是配菜哈。毛血旺的呀，鱿鱼、海白菜啊，这个是淮蒿，这是毛肚。哎，你看，就是这几样东西。哎，那我看人家那个毛血旺里面好像都有鳝鱼嘛？没有，我没有鳝鱼，因为现在很多有钱人他不吃鳝鱼，他不晓得，他说什么鳝鱼是什么病人药养的，是药养的。现在有钱人他不吃的那个东西，最后就是这几样最喜欢的一人。这几样就是经典的。哎，今年这一样。都要光50、60块钱啊，这个就要50、60。你刚刚说的2条耗鱼好多钱嘛？我跟你说，你赚不了1万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有毛血旺很赚钱。所以说有些不了解，卖的贵的道理。我跟你说吧。大叔，那你给我们配一个200的，我们2个人配个200。要得，我们就是这个盆装的。哎，就这个盆装。哇，这个盆好大啊！是啊，开玩笑。这就是血旺了哈。血旺，
没得别个杀的猪的血自己来浸的。啊，自己浸的。对。啊。你看嘛，猪血。土豆和豆芽。啊，这个是有午餐肉。午餐肉、丝瓜。这个猪肝肉片。这个是鱿鱼、木耳，还有什么？鱿鱼、木耳嘞，有那个黄喉。黄喉。啊，这个就是耗儿鱼。哎，耗儿鱼，你看，就在然后配上毛肚啊，主要就这些配料哈。主要贵是耗儿鱼贵，我跟你说吧，有些人很聪明的，他知道上涨，你转到下次他就不来了。我跟你说吧，做生意，客人认可的话，反正在重庆是最好吃的。啊，在重庆是最好吃的毛血旺。这个就是毛血旺的汤啊。毛血旺的汤。啊，你看嘛，里面还有香菇、蘑菇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说它这个味道啊，还能够产生这种很好吃的味道。先下耗儿鱼，放豆芽、土豆，这是黄喉鱿鱼。啷个不选嘛？那个煮出来肯定选噻，是说。这是丝瓜午餐肉。哎，梅林午餐肉。我们是用的好的，梅林的午餐肉好吃些，我跟你说，其他不行。我喜欢用上海产品，其他地方我不用。这个很多的，有些以为很少。啊。那些乱说，这干的毛血旺不能干的，那个干的不好吃。我的感觉，您这个就是一个大杂烩嘛，什么都一锅了。毛血旺就是这样。啊。就是大杂烩。您今年有60啊？70了。这个要姜一下啊。姜了的。下猪肝肉片，这就好了哈。好了，马上到了，还要炸油，毛血旺必须要炸油。看嘛，分量是不少哦，你个好。这个量是不少。这里面是葱、辣椒是吧？哎，葱、辣椒、花椒，不能炒糊了，你不要听有些吹。这就可以了。它这个原理有点跟火锅的原理一样，所以说你不能糊了都不好。啊，这还要放点麻油、香油啊！我们是纯香油，你看到没有嘛？你在外面吃，它些材料没有这么好的材料，我跟你说。来了，毛血旺。成都下来的还要学我这个毛血旺，我说你学毛血旺，我这个手就不交，如果交了我那个价格很贵。他说你要收多少钱，我们可以学。我说我这个价格收得高，最少50万起价，我跟你说。啊，就这一个菜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这一个菜就要收学费50万。哎，最少50万。那别人要把你这几道菜都学去，要花多少钱呢？那起码100多万。他这个盆啊，比我们洗脸的盆还要大。主要配料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像耗儿鱼啊、肉片啊、猪肝啊，还有这个鱿鱼之类的。我们在外面吃那个毛血旺，一般正常啊都卖个40、50块钱，最多的也就是50、60块钱。但他这个在重庆来说的话，应该是天价，在全国也应该算是天价了。先来尝一下味道。来，这里啊，这里面还有蘑菇、肉片。哇，这个肉片可以，肉片它煎过了以后啊，吃到嘴里面还挺嫩的。而且它这个毛血旺吃到嘴里面并不是那么太辣的，最后啊还有点回甜的感觉。这个味道还可以。老师傅啊很自信啊，说他这个毛血旺啊，在重庆来说的话，这个水平跟口味没有人能超越得了。这个就是耗儿鱼。四川这边人啊，特别喜欢吃这个。它这个肉啊，吃到嘴里面就有点像那个马鲛鱼的感觉，就是涮鳗肉。就我感觉它这个毛血旺里面这个毛肚有点少。其实毛血旺里面最好吃的就是这个毛肚。我得用这个勺子把菜捞出来，要不然往里面捞的话不太好捞。今天我们来的有点迟了，差点吃不上。总体来说啊，味道还可以，比我前几天啊在这个乐山自贡那边啊稍微不那么太辣，前2天辣的要命，啊这个还好，带点甜。这份泥鳅是多少钱呢？50块，这个漂亮，一会儿我们也来一份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。今天啊，我们来到了湖北的潜江，一个以美食著称的一个小城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去吃一个无门面、无招牌的一个苍蝇小馆，就在这里面。我
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听说啊，他家这个店啊已经开了30多年了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接地气？他已经开始炒菜了，现在啊。大叔啊，咱家点菜怎么点的？点菜怎么点的？点菜在哪里点啊？啊？是那种炸火锅。炸火锅。火锅。啊。这里面还有肥肠哈。肥肠、蒜头，啊，各式各样的。这是肉圆子、鱼圆子，红色是吧？啊，就是杂烩哈。对，炸烩的。烧杂烩。这一份是多少钱，大叔啊？这个火锅100块。这个是丸子哈。这自己炸的丸子。都是自家做的哈。您家有什么特色菜给我们介绍介绍的？这全部是肉。大肠有没有啊？有。给我来一个大肠。这早晨的呢？来一个大肠。哦，大肠，好。给我炒一个大肠，然后再给我炒一个泥鳅啊，2个菜。丫头来了，我就给你搞啊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阿姨，您是主厨啊？叔叔帮您这个打下手哈。哎，这个叫什么菜？这是柴鱼吧？他们这边叫柴鱼，我们那边呢叫黑鱼。都叫黑鱼哈。哎，我看您好像是左撇子吧？左撇子人聪明哦。黄酒。这一份是怎么卖的呢？也是50。我看您家这个荤菜好像大部分都是50啊。然后您这个店开了多少年了？20多年嘛。20多年了，也是个老店了哈。单位下岗就过去了，单位下岗了。您今年有60啊？我去年70，今年71。71了。看不出来哦。这个就是刚刚烧的那个杂烩火锅，阿姨哈。杂烩火锅。这个漂亮。这个蒸饭的蒸子，太有感觉了。今天啊，阴天，5点钟就有人来吃饭了。这边又来人了。这个是免费的。这个是免费的，不要钱。这是免费的。花生米、豆腐洋姜、萝卜。这是。这还有韭菜。韭菜。这也都是随便吃的。这是免费的。这个是炒凉粉。这个炒凉粉是怎么卖的？10块钱。炒凉粉。大叔，这是我们的泥鳅吧？对，我的泥鳅。大叔，您家这个菜有没有菜单？没有菜单，看菜点菜。对。那个肥肠是多少钱一份啊？肥肠50。也是50的。我来马上就给你们弄啊。哎，好的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哈。这是你们的，我给你们嘛。
我们那个把小尾巴都把做了，你回肠向哪做？回肠是您这边是怎么做的？你看你换向哪做？正常是炒着吃的哈。炒的是炒，但是就说叫青椒炒是叫炸辣椒炒。大叔就按照您当地的这个吃法给我炒就行了啊。行。叫什么叫炸胡椒炒啊？要炸胡椒可以，随你啊。那就用炸胡椒吧，我听说您这边好像炸胡椒比较出名哈。行，可以。这确实是一份了。哦，这分量可以。对，这份也可以份。可以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泥鳅。肥肠，炒肥肠。这是我们点的2道菜，一个肥肠，一个泥鳅。哦，这个。哎，您放的这个叫什么？这个？炸胡椒。哦。啊，这个就叫炸胡椒。炸辣椒就可以是吧？炸辣椒。这个就好了。招财鱼一个，招财鱼一个，小锅菜2个人。啊，行。这是我们的肥肠，好了。啊，太有食欲了。这是花椒。放点辣椒。它这个泥鳅啊，就是干煸出来的，不用炖。好了，出锅。我的泥鳅好了。好，给你们拿走。坐哪里啊？这里。啊？这里。啊。来吧。好，可以。这就是你们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好。哦，还有稀饭。啊。帅哥，他家菜味道怎么样？可以。啊。你们就是当地人哈？对。他这个小馆子在这个地方啊，好还挺有名气的哈。哎，名气很多的来吃的。啊。我看几位好像今天喝了不少酒嘛。哦。4个人喝几瓶呢？是1人2瓶啦。1人2瓶，啊，1人1斤嘛。哎呦，这个酒量太厉害了。哈哈哈。我们点了2个菜，一个就是钱江这边啊很有特色的叫炸胡椒炒肥肠，啊，然后这边还点了一个干煸的泥鳅，这2道菜呢都是50块钱一份。然后呢这边呢都是小菜，这个雪菜啊、豆腐啊，还有这韭菜、花生米，这也都是免费的。包括这个米饭，这米饭也是免费的。这个叫米茶，这个也是免费赠送的，这个是冷的，相当于我们以前喝的那个绿豆汤。我尝一下这个炸胡椒炒肥肠。这个有点特色。它这个上面的炸胡椒啊，我吃起来的感觉就像我们以前吃的粉蒸肉上面那个粉。哦，配上这个肥肠啊，吃起来特别香。尝尝这个泥鳅。它这个泥鳅啊是干煸出来的，跟我们家那边做的还不太一样。我们那边一般正常都是红烧泥鳅，它那个干煸呢放在油锅里面煎出来的，所以它里面的骨头啊都能吃。味道就是那种麻辣味的，因为它这边啊有点靠四川，所以它基本上的口味啊还是有点接近于四川的口味。
哇，这个米粥做的太漂亮了，下酒的好菜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这个美味啊，往往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巷里面，这个菜做的非常到位。这两道菜啊，都是我的最爱。它这个肥肠啊，做的特别干净，大家看一下，一点油都没有。炒肥肠啊，跟这个大米饭是绝配啊！它这个肥肠啊是卤过以后再炒的，所以吃起来非常入味。还有这个腌韭菜，这个米粥做得好，应该基本上每周来都必点。这个味道做的确实好。他家这个叫米茶，我来尝一下是什么味道。啊，这个味道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大麦茶那个味道，吃过这个辣的，然后再喝点这个米茶，非常的爽口。吃一把黄魔芋呀，还有那油炸的黄焖茄子啊！我也是一个本科生，河南师范大学毕业的。姐姐是中戏毕业的，是舞蹈老师。因为老爸做这个挺不容易的，如果说是没有人传承下去的，太可惜了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是在河南的开封市。开封啊，不光是个旅游之城，也是个美食之都。今天啊，我们就要去尝尝这个开封的名吃黄焖鱼。啊，你们先要一份4宝尝一尝是吗？好的，2份4宝。小份儿先不要了是吧？有没有要小份的老师？这个是第几桶啊，听得懂啊？第2桶。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？早上5点多。像这种鱼哈，很多顾客来了之后说，哎，给我做一碗黄焖鱼。其实 no， 黄焖鱼不能现做，黄焖鱼它有焖煮时间的。啊，都是提前做的哈。对对，焖煮时间。这个黄焖鱼啊，在咱开封啊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？那你要说往大了说，1000年的一个传承了，因为它毕竟是宋朝北宋时期的一个小吃开始的。然后如果你要说往小的说，按照我们家说的话，我觉得至少得有100多年，因为我是第5代了。这个是我老公，他现在就是在这儿成鱼的情况下，我就可以顾全局，然后我父亲在后面开始，质量把关。上一次你们来是第4代，现在这次还是来第4代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爸说了，我还在位了啊，你要谋权篡位吗？3251加一个贺无事啊，还要目标了，老师。不想嘛。好嘞。美女，他家这个黄焖鱼味道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挺好的哈。啊，你老公好帅啊！啊，像我的真亲人。啊，那你有你老公帮忙，现在你就省力多了哈。好多了，反正是更给我有发福的理由了。人家都是越干越瘦，我是越干越胖，也不知道咱是为啥哈，吃的也不多。现在是我在培训他期间。桌面这个面儿一定要保持干净。哪个是你姐姐？这个。啊，这个是你姐姐。对，这个是姐姐，这个是妈妈。啊。是不是我们家没有一个胖人，就我一个胖子？大哥怎么样？味道？慢走，谢谢。可以。啊，河北过来了哈。这里面主要是哪些鱼啊？咱们这里边一般采用的都是比较优质的黄河里边的野生小草鱼。比如说是狸猫鸥啊、爬地虎啊、两眼啊、油面呀、丝光片这一类的。包括一条鱼加起来是有筋骨的，看到没有？都是整根的。对，它整个就是连头带尾巴，都一下子就吃了。我是第5代阿姨。哇塞，专门来到他们家来吃这个来。啊，以前吃没吃过啊？没有。也是第一次哈。第一次。莫名过来的。来了只要不失望就行。这个是什么圆的？这个是鱼子饼。鱼子饼。对。这是个老传统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家传承下来的时候，这是一套的。一个鱼子饼，一个油炸茄子，小河虾。油炸的小河虾，这个对啊，这个也是放在汤里的。对，这一套都是传承下来的。像这种茄子是油炸的，在开封话说黄焖翘，它烩到里面是入口即化的，很好吃的。2份是起来20来。小黄焖。好嘞。
2多点下去吧，人靠多不了，少滴点油。好嘞。像这个正常一天大概能卖多少斤呢？斤数倒是我这个把不准啊，但是碗数我觉得能数得过来，因为我天天在前面盛鱼啊。生意好的话也就300-400碗，生意普通的话就是100-200碗。处理小鱼我老公、我妈、我爸、我姐，一大家子。对，就我们家人，外人坚决不顾。没有什么保密的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讲究责任心。杨默不杨老师？哎，你好，谢会。好多年了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偶遇粉丝，谢谢。这看你的视频回来的时候，哎，这边黄梅鱼。啊，你以前吃没吃过啊？没有。也是慕名过来的。尝尝味道不错，他家来个黄焖鱼，然后配个小窝头。来做5的多少边？来，我来，他这个我来请客。不，啊，你去吃，你真去吃。来，你端给他吃，我请客。那你家现在总共有几种价位啊？小份17，中份20，大份30，然后4宝25。其实这个鱼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从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在3楼上着晚自习。门口是我父亲的吆喝声，是他成就了我跟我姐姐的大学生活。看着我父亲3点钟起床，我跟我姐姐很心疼啊，因为年龄一天一天的在变大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做不到，我觉得我跟我姐是不孝。很多东西不是靠嘴来说的，对，是需要你去一笔一画去做的。跟着我父亲，那1个月，我瘦了20斤。我瞬间就理解到我爸跟我说的，你没吃苦的心，你压根别干这个活。所以我跟我姐就下定决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。吃一把黄焖鱼呀，还有那油炸的黄焖茄子。大学是学这个声乐的嘛？我说爸，我说你为啥叫我去学声乐？你搞了半天你是要过来叫我吆喝的。后来一想，哎，专业勉强对口了呗。除了你家自家的吆喝，还有别的吆喝，你会哪些？会呀，比如说你们现在经常喝的啊，豆腐脑热里吧，有热里有伦理，这是什么呀？豆腐脑热里吧，有热的，有论的。别小看我刚刚吆喝那一声，我这一生啊，我学了5年呀。开封卖黄焖鱼的其实有很多，我觉得有上百家是绝对是有的。但是我们家传承的4大特点：第一，汤不能腥；第二，鱼不能苦；第三，不能吐刺；第四，不能垫牙。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他有的去模仿你啊。那行啊，他可以模仿我的吆喝，他也可以模仿我的这个鱼的外观，但是他模仿不了我的身材呀。我的身材往那儿一站，人家一看这屋里边没胖妞的不是你啊。你敢透露一下你这个体重有多少？我不敢透露，我老公在，你给我留点面子吧你。啥都行，就别说体重。我跟我老公是因为他姐姐在网上看到我卖鱼，也是因为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俩也是结缘的。也是通过也是因鱼，对，因鱼结缘。帅哥也是，就是开封本地人哈。我不是，我是河南周口的。其实我卖鱼，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就是能这么多人能认识，有一个胖妞在卖黄焖鱼。我刚开始卖的时候，我也是很自卑的，因为我觉得从老师的这个角度一下子转到这个卖鱼的行业，让我觉得很转换很难。那你原来学的是美声？美声。吃一把黄焖鱼。哇塞，厉害！这是我唱的2.0版美声的。厉害！别看这是一碗单纯的黄焖鱼，其实它里面承载着的故事有很多，而且它还是咱们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帅哥，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们南京过来的。南京过来的，哇，专门来尝尝黄焖鱼啊！对，我看他还去过中央电视台呢。比较幸运能去参加央视的节目，所以这也是给我一些鼓励，让他们都知道开封有个小胖妞在卖鱼。河南电视台，然后咱们开封电视台、湖南卫视、深圳卫视的《早点江湖》啊，然后这些去了。帅哥，那你给我来一个那个你们家那个叫4宝，给我来一份，还有给我来一个窝头。开封名吃黄焖鱼，哦，好，谢谢。他这一份黄焖鱼呢是25的，叫4宝啊，这里面有这个是茄的，还有这种油炸的小河虾，特色鱼子饼，
这里面是配的这个小鱼啊，这种小杂鱼，好香啊！小杂鱼，它这个鱼啊是放在油锅里面炸的，所以说它的刺啊都是软掉的，吃到嘴里面完全吃不到那种有刺的感觉。哇，特别香，好吃好吃。这是玉米面做的窝头，然后还有这种白的花卷，这个是1块钱。黄焖鱼配这个小窝头，特别有劲道。它这个里面配的小河虾，吃到嘴里面特别酥脆。帅哥给我加点汤，哇，这个汤好喝。这老板娘又在那吆喝了，叫卖。哎，这是开封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场景。这个也好吃，这个鱼子饼，这种口感吃起来特别好，特别是它里面加的这种小河虾，油炸的小河虾，然后那个鱼啊跟那个茄子吃到嘴里面是软软的，小河虾吃到嘴里面是酥脆的。其实它这个小鱼啊，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，它会有一种那种苦味，但它这个啊完全是吃不到那种苦味的，一点不夸张啊！这个黄焖鱼啊，我一口气能吃2碗，好吃。